大家好啊，我是丁老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不是管人新闻，但是有非常多的日本管人关注和讨论的新闻。事情是这样的，3月11日，日本一个女主播在直播的时候被一名持刀男子杀害，此事被 ANN、NHK 等各大媒体转载报道。因为事发的地点在高田马场站附近的街道上，所以这属于是当街直播被杀，事情的影响非常恶劣，受到了很多关注。根据报道呢，受害者是一名22岁的女主播，她的本名叫佐藤爱里 ，ID 叫最上爱。注意啊，这里不要和另一个叫最上爱的声优给搞混了。我最近看到很多媒体直接把人家给吹死了，国内国外的都有啊，逼得人家声优事务所出面发布公告澄清，还获得了3000多万的浏览量，也是挺抽象的。反正事发的时候呢，受害者正在一个叫 Watch 的平台上直播徒步环绕山手线的企划，男子杀害他时，直播间也没有关，有上千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而且这个位置又是在街头，所以罪犯很快就落网。根据媒体称呢，直播画面记录下了杀人犯的行为，称该男子杀完人之后也没有走，就站在那儿非常冷漠的看着受害者，还说了一句大概是死了吧。罪犯呢名叫高野健一，今年42岁，他显得非常冷静啊，声称自己是这位主播的观众，因与主播有纠纷才痛下杀手。事情的大致样貌呢，到这儿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但熟悉老丁的朋友一看进度条就知道啊，这里面铁定有事儿。这俩人认识的契机是高野在21年底到22年初看了佐藤的直播，之后两个人就产生了联系，并且在22年8月佐藤上班的俱乐部，俩人就第一次见面了。这里有的媒体说是俱乐部，有的说是歌舞厅，也有的说是夜总会。根据后面的情况发展啊，我估计夜总会比较靠谱。见面大概2周之后呢，佐藤开始主动跟高野借钱，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借了250万日元出去啊。对于这个有点夸张的数字，集英社对高野的好友进行了采访，里面大概意思是说呢，高野这个人比较内向，甚至有点软弱，不太会拒绝别人啊，就是日本传统印象里面那种宅男嘛，而且也是居家办公，没事呢就只会打打游戏这种。这位好友还说呢，佐藤曾经明确的拒绝过高野的约会邀请，然后在23年底，高野就把佐藤告上了法院，要他还钱。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呢，作为证明债务纠纷的证据之一，被拿出来对簿公堂。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得知高野借给佐藤的250万日元里面，只有150万日元是他自己的，另外100万日元则是在佐藤的劝诱下贷款出来的，贷款100万日元借给别人。这人真是个神人，我只能说。最终佐藤因为缺席而被法院裁定败诉，但是高野称那之后呢，他也没有还钱，而高野自己每个月还得掏钱给贷款公司。你可能会觉得这人能把佐藤告上法院啊，他也不算是那么软弱，但实际上根据他好友的描述，他是因为日子实在过不去了才告的佐藤。据说啊，他要分期付款购买500日元的冰激凌，500日元大概也就10几块钱吧，几十块钱。他回趟家买车票还得跟朋友借钱。在行凶之前呢，高野曾给佐藤发过一个类似于最后通牒一样的东西，里面说我现在处于亏损状态，没法生活，你能不能还给我哪怕1万日元呢？根据事情后来的走向来看啊，显然他是没有得到这笔钱。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官司都打赢了，佐藤却可以不还钱呢？根据报道啊，佐藤的卡里只有800日元，但他的社交媒体上却显示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传说称啊，是因为他和一个公司的总裁同居，他们两个共用公司的卡消费。以佐藤在 Watch 这个平台的账户推测呢，他每个月应该有150到250万的收入，但这笔钱都被打进了那张公司的卡里，所以法院没有办法强迫他还钱，因为理论上他名下财产就只有那800日元。有多家媒体称啊，佐藤早年间在老家的一个类似于夜总会的地方工作，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没错啊，他还是个单身母亲，而且据他的熟人说啊，他和他的原生家庭关系很不好。他在当地就以高消费闻名，甚至在一些类似于牛郎酒吧的地方有一掷千金的名声。据他之前工作的俱乐部说呢，他曾经哭诉过自己的孩子被儿童辅导中心带走了，但工作人员也说这可能是因为佐藤经常下了班就喝酒不管孩子，托儿所只能把电话打给夜总会催他去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而且他后来因为经常无故旷工还被夜总会给开除了。有朋友可能就会说，哎，老丁啊，你怎么净报道一些对受害者不利的消息啊？我只能说呢，比较遗憾，因为我在翻阅完纽约时报、雅虎、TBS、NHK、集英社以及周刊新潮等媒体的报道之后呢，只查到了对受害者不利的报道以及中立的报道。就这，我还是只筛选了这些媒体多次提及的消息，比如说集英社提到受害者还可能跟他之前消费过的酒吧有金钱纠纷，因为没有其他信源我就没提，但这人其实搞不好一共欠了多少人多少钱呢，这都不好说。你如果一定要我找些对受害者有利的话的话，也有，比如说各个媒体都有说采访了他的熟人，说他是个善良开朗的好人呀，说什么他的高中同学集体到他遇难的地方献花圈啊什么的，还有抹眼泪的。但这个东西杀手也有啊，对吧？比如说杀手的同学就说他是个看起来很内向、人很好、特别雅萨西的人，他的熟人也说，哎，他就是那种刻板印象上的日本游戏宅嘛，对吧？他行凶之前给他的好朋友发的最后一条消息还是怪物猎人相关的，就这种话没什么太大用啊，我感觉都是废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赘述了。整体我观察下来呢，各家日本媒体披露出来的消息呢，比较偏向于凶手，或者说各打50大板的比较多些。不过啊，这个凶手的问题呢也确实很大，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脑子才会干出借钱给女主播借到自己都吃不起饭的程度，还去贷款借给别人钱？这个女主播花天酒地的，甚至都没避着他，经常
上就直接发在社媒里炫耀，我只能说啊，日本盛产忍者是有原因的。那么我是尿老，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